决，你快走吧，我不想看着你们一个个为了我本该有的命数，无辜的为我丧命。我破壳花了4万年，筑基已有2万年，修炼了6万年，为何还是个不入流的下仙？啊，是小殿下修炼回来了。小殿下辛苦了。伯玄上君常说，修炼这事儿不打紧，小殿下开心就好。一切啊都看缘分。
今日和昨日一样，没有半点长进。我的缘分什么时候才可以到来啊？瞧你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要不，我同凤然长座说说，今日就不考你灵力了。不用，当初是我求凤然督学的，横竖不就是一顿罚吗？我早就习惯了，所有都是我一人之事。我现在就去寻凤然，早点考完，早点被骂，我好早点睡觉。哎呀，无须，你快看，祁连山的结界竟然开了！好浓郁的灵泉，都说青池宫的灵泉乃3界圣品，传言果然不虚。可我看这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，别耽误了圣君的大事。急什么？东华老圣君的寿宴还有几日呢？咱们要是喝上了这么浓郁的灵泉，功力肯定能长1000年。你就一点都不动心？怕什么？青池宫早就已经破败不堪了，咱们悄悄地进去取了便出来，谁又能发现？可如今掌管青池宫的是凤然圣君，他跟咱们紫金府可是有旧仇啊。那又如何？咱们紫元仙君乃天宫第一得意之人，凤然就算遇上了咱们，也得绕道走才是。浩池，我今日可把丑话说在前面。你本来前几日就要考校，你跟我说你法术还没有练熟，连拖了3天。你要是今日再不合格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自然自然，大不了就被你骂一顿，我早就习惯了。浩池，静物诀。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！小殿下，成了！小殿下终于练成了！小殿下，你终于练成了！不错，再来一个，运物术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招我没试过。你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聚拢灵力，运用此物。太好了！不错，小殿下，你终于做到了！对啊，这万年来你总算是没有白费。等明日我再教你更厉害的法术。小殿下，听见了吗？凤然可从不骗人的，连他都夸您修炼的好，可见您这灵力是真正的长进了。是啊是啊，竟然练成了！我修炼这么多年，为何就偏偏这一次练成了？该不会是因为在灵泉那边修炼起了什么功效吧？若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是不是我可以和博玄一起云游四海，历练渡劫？浩池他生来灵脉禁闭，神君花了4万年方助他破壳。他体弱多病，灵脉不稳，被生母所不喜，3界禁制。可后池为了青池宫的颜面，这2万年极少出宫。这样的他，瞧着着实让人心疼。长雀，你就不能学几个笑话，逗逗他开心吗？你就别为难我了。自从博轩上君走后，这古君上神便常常以给小神君采药为由，行踪不定。这青池宫的灵气也大不如从前，山下的仙门洞府都走了好几个了。神君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，
当初我被仙妖两界所不容，是古君上神收留了我。现在他不在一日，我便要护后池一日。长座，滴水恩，涌泉报。那这大泽府的寿宴，咱们还去不去？罢了，退了便是。青池宫与天宫不相为谋，以后都是如此。是。你快点儿。你确定紫元仙君的火珊瑚掉了此处？确定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？若不是你贪恋这青池宫的灵泉，我们也不至于犯这般大错啊！嘘，你小声些，小心再把青池宫的人招来。你们是何人？为何在我青池宫的后山？啊，原来是个仙娥。本君乃紫金府紫元仙君座下弟子，途经祁连山，啊，口渴，进来饮几口清泉。说得道貌岸然。此处有我青池宫的结界，你们是如何闯进来的？小心我告诉本宫的长座凤染上君。什么结界啊？人人皆知青池宫乃天界一等荒凉之地，平日里就算严请本君也懒得过来。你说会不会是他拿走了火珊瑚啊？是不是你偷走了紫元仙君的火珊瑚？什么火珊瑚？看来不让你吃点苦头，你是不肯说了。博轩，皓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紫金府的人，好大的胆子，敢擅闯我们青池宫！那是凤凰，快走！想走？凤然，你别去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而且他们也没伤着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招惹了凤染不说，上君的火珊瑚还给弄丢了。青池宫虽说衰败，但毕竟也是古君上神的宫邸啊。那凤染要是追查起来，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都跟你说了小声些，你还嚷嚷。刚才定是你大吵大嚷，才招来了青池宫的人。你就先别骂我了，你平时鬼点子那么多，你倒是想个办法呀。那凤然与大殿下有仇，青池宫又极少与天宫来往，古君上神又出自冤灵沼泽。你干嘛？啊！你干嘛？你看，这像不像被妖力灼伤之人的伤口？像。你这灵水哪儿来的啊？在一个地下市集上买的，可以须臾变换出伤口的属性。仙妖征战这么多年，总有一些胆小的逃兵需要这些东西。这要是被上君知道，那你本来是买着玩的，谁知道在这儿派上用场，伸脖子也是一刀，缩脖子也是一刀。咱们碰碰运气吧。东华上君的寿宴请帖呢？在小仙这儿。上君可是改变主意了？紫元如我也就罢了，他座下这人竟敢伤后池，这都欺负上门了，让我如何能忍？东华寿宴上，我必定让他好看。可那紫金府一向和天宫交好，若是天宫偏心相帮于紫金府的话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常去准备好东华大泽府的寿礼。是。上君，那大泽府的请帖上严请的是神君，若是您持着他的名帖前去，岂不是正好落了紫园内司的画饼？青池宫又不是只有一位神君，本君去不了，自然有人能去。上君是想让小殿下？若遇到危险时，将自身仙力注入此物，它能够瞬间提高你的修为。虽然时间较短，但足够脱离危险了。少用为好，有损神识。小殿下，想什么呢？这么专注？你找我做什么呀？再过几日呢，就是东华的7万岁大寿了。他那徒弟给咱们青池宫送了帖子，
说让我们去参加他的寿宴。我们要不去瞭望山走一趟？瞭望山啊？不去。我虽无上神之实，可也是神君品阶。他一个仙君做寿，我去做什么呀？东华可是瞭望山之主，论在仙界的地位，只在天地之下。我们若不去，岂不是让旁人说我们青池宫托大？算起来和我是同辈，他也算是资格上老。这样吧，你跟长雀走一趟，由你亲自去瞭望山祝寿，也算给东华脸面了。不成的，这帖子是给你和古君上神的，我和长雀只是个上君，怎么能拿着上神的帖子去呢？我去不了了，我也想去，但是我每日都要修行博玄留下来的仙法古籍，这一趟远门出下来，我的灵力修炼定会耽误了。下次你考我的时候，我定又过不了关。你这灵力已经是垫底了，还怕什么耽误呀？我这仙姬可是一日修行都缺不了的。你也瞧见了，我成功的修成了运物之术。那哪是你修的，分明是我在。分明是你什么？是你暗中相助，所以我便成功的使用了运物术。你知道啦？想必你是瞧见了我的修行之事，又怕我考校失败没了心性，这才专程演了一出戏给我吧。这你都知道呀？后池，你这玲珑心思究竟是怎么长的？莫不是修不出什么灵力，就到脑子里去了吧？夫人，我也想去，可是父神离开前曾有言在先，我若修不成上仙的实力，不许我轻易出青池宫的。这你放心，既然古君上神任命了我做青池宫掌座，你去趟寿宴，我还是做得了主的。那他来日要是知道了呢？自然是我一力承担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好。不是，后池这神色，倒像是后山的狐狸。不，后池啊，后池啊！后池，这一生，你只管逍遥玩乐，养好身体。我不在时，不要伤着自己。可是1万年太久了，我能陪你一块儿去吗？你灵力低微，跟着我会有危险。都怪我从小身子弱，不能替父神分担，还变成了你的累赘。我选择不告而别，就是不想见到你难受。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聚灵力，学法术。如果你愿意，无事时可以修炼一下我留给你的那些古籍仙术，这样就可以陪我去云游四海。1万年，你我约定，1万年后我便会回来。无论你到时候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。我一定好好聚灵力，学法术。父神虽说行踪不定，但是偶尔会寄回来令语询问我们的近况。你倒好，连封书信都没有。若你回来了，看见我灵力毫无长进，会不会也像三界一样，嘲笑我空有上神之名，却毫无灵力呢？你那么疼我，一定不会的。凤冉决定去瞭望山，我也正好趁此机会去瞭望山寻一寻你。但愿你别在渡劫的时候遇到危险。呸！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。你福大命大，定会平安无事的。你们说青池宫中有人用妖力伤了你们，还抢了我给东华上君准备的礼物。青池宫已闭关万载，无缘无故的，他为什么要伤你们？哦，上君，我与吴望途经祁连山，碰巧撞见了青池宫中的仙娥，他知道我们是您的弟子，便破口大骂您阴险卑鄙。弟子气不过，便辩驳了几句，他便骤然发难，不仅抢了宝物，还差点要了弟子的性命。当真？弟子不敢妄言。您看，这就是那青池宫的仙娥伤的。果然是妖力灼伤啊！既然是青池宫中有人修炼妖力，
那礼物被抢就不怪你们了。你们俩，一人罚一把仙剑入库便是。谢上君。还有，这几天你们就暂在府中休养，过2日，我带你们去参加东华上君的寿宴。是。好啊，凤然，当年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那火珊瑚上有紫金府的印记，等着，等着看本神君怎么给你好看。哎，吴雪，虽说今天上君没有细问，但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。你说，听说古君上神为小神君出门采药1万年也没回来，我猜他也懒得凑东华上君寿宴的热闹。可是青池宫不是还有一位上神吗？若他替那位仙娥出头，那小神君的灵力连最低等的地仙都不如，只不过是个空名头罢了。同是天后之女，景昭公主一出生，便受3界敬仰。可我听说，那小神君天生灵力不通，也是怪可怜的。少说2句吧。景昭公主最讨厌别人将她和青池宫那个小神君相比，若是让她知道了，哼，整个紫金府都要受罚的。青莲，听说天帝陛下请了青池宫的那位小神君上天宫向天后祝寿呢。真的？玄天殿的侍卫说的，哪还有假？都说这景昭公主是3界之中第1大美人，你也不知道那位小神君长什么样。你说他们俩谁好看？都说小神君生得青面獠牙，身高3丈，可他极少出青池宫，想必也是民间谣传罢了。他和景昭公主同为一母所生，想必也生得极美。拜见公主，竟敢把本殿和那个空头上神相提并论，把他们拖下去，鞭笞100。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！将来若让我再听到胡言乱语，我定贬他下界，再也不许位列天宫。是。父神，母神，方才你罚了2位仙娥，这等小事怎么都传到父神您的耳中来了？他们身为仙娥，不好好管好自己分内的事，一天到晚的乱嚼舌根，景昭岂有不罚之理啊？昭儿啊，修仙何等艰难，不过就是说了几句你不爱听的闲言碎语罢了，训诫便是了，为何动用鞭打之刑啊？父神，够了，昭儿，听你父神的便是。陛下，您唤昭儿来，不是有事要吩咐吗？过几日是东华的寿宴，你大哥下界巡视去了，我想让你跟你2哥去瞭望山祝寿，以表我天宫的诚意。我不去。这等庸碌仙君的宴席，我去做什么？昭儿，母神听说你2哥邀了那位北海上君一同前往，若你要是不想去，母神差其他仙使去便是。去，昭儿去。那昭儿这就回去准备。昭儿，女儿退下了。昭儿这个性子啊，太过霸道跋扈，怕是将来要吃亏啊。昭儿从小被宠到大，难免有些娇贵之气，陛下不必太过苛责。他可是这世间除了本帝以外唯一的金龙之神啊。本帝希望他这性子可以再沉稳一些，否则将来如何担起我龙族的未来？陛下，昭儿还小，日后我们再慢慢教她便是。你老看着我做什么？这么多年了，你才出1趟宫门，今天如此安静，有点反常啊。
这是什么呀？好让你诓我，分明是你自己出来想找博玄。什么找博玄啊？我分明是为了陪你去瞭望山，帮你惩治紫园那个小人，我才出宫的。胡扯！昨天我还巴巴的求你，分明你早就……好吃啊！咱们瞭望山顶见。这家伙出门还不忘带神君给你的灵符，看能跑多远。先打听打听，土地公对瞭望山熟门熟路，兴许见过博玄的踪迹。玩够了，我就知道你飞不了太远。啊，够了够了，绝对够了。别乱飞了，赶紧去后山竹屋找博玄，带我处理完紫园，再去后山找你会合。我可听说了，景监也会去东华的寿宴，你避着点儿。本君会怕他一只没毛的凤凰不成？他大哥可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好了，你别担心了，自己注意点。来来来，百年仙界盛会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这位小女君，方才您下手太晚了。上军图已经让别人买走了，要不然你再看看我别的花。你暂时不需要。哎，这仙界还有生得如此丑的人啊！哦，这是青池宫小神君辟邪用的。这是谁？青池宫小神君后池啊！都说他天生3丈多高，力大无穷。虽然长得丑，但走霉运的仙人们特别喜欢把它买回府去镇宅，买的特别好。您要是想要的话，不用法宝。1颗下品灵珠就够了。谁说青池宫小神君长这样了？这话传了上万年，一直是这样的。小女君如此激动，难道认识青池宫小神君？不是，你想想，古君上神，丰神俊朗，他的女儿应该也差不到哪儿去啊。是，小神君若想要女仙图的话，小仙这儿也是有的。您看，这是景昭公主祈福图，3颗上品灵珠，您就可以带回府。什么公主祈福图，生得这样的丑，我看那青池宫的小神君都比她强，我才不要呢。小女婿，小仙就是做点小本买卖，怎么还惹到您了？你身为仙君，不好好修行，拿这些劳什子出来招摇撞骗，我看你这摊儿就不该摆。哎呦，女君有所不知，摆这些仙摊的都是些下界散仙，成仙不足100年，灵力低微，上不了这瞭望山，也成不了这东华上君的徒弟，只能卖些小物件，换些法宝来辅助修炼。还请女君高抬贵手，别毁了我买卖呀！多谢女君。啊！竟然把本君画成这副鬼样子，我还身高3丈，我还力大无穷，那简直是胡说八道。本君就值1颗下品灵珠，世人无知。这回东华上君寿宴，除了二皇子景监和公主景昭，谁还会来呢？谁啊？别卖关子呀！谁呀？景昭也会来？说呀！哎，说吧，谁还会来啊？说呀！北海上君青木。啊，青木！哎，不是这真的假的呀？我可听说这北海上君从不显示于人。哎，不过真有机会，倒挺想跟他比试比试的，看看他是否真有传闻中那么厉害啊！说大话！北海上君青木是我仙族1000年来的第一高人，1000年敬畏上君巅峰，仅凭一剑，便荡平了北海众妖。天地未见其人，
便对其礼遇有加，并册封其为北海星耀上君。星耀，青木上君自册封后，不服者众多，纷纷跑到北海去与他比试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怎么样？快说呀！个个都成了青木上君剑下挨揍的一条狗。胡扯！连父神当年在渊灵沼泽都费了万年才进位上君，哪有人1000年便能进位上君巅峰的？听说，这位上君跟天界的几位殿下交好，尤其是很得景昭公主的青睐。我看呐，是啊，青木上君怕是要做天宫的乘龙快婿喽。我看真是没辙啊！是啊，能被景昭看上的人，定是个绣花枕头。飞身符用完了，极速符，极速符，那就极速符吧。怎么这么多？贤善仙君，上君寿宴，真是众仙云集呀！啊，恰逢师尊7万年寿诞，才特意操办一二的，自圆上君见笑了。哎，对了，不知道今天青池宫那边会派谁来呀？师尊寿辰，往年皆会送请帖入青池宫，不过古君上神云游在外，凤苒上君又久不出宫，想必今日也只会同往常一般遣人来贺。对，确实是。子元见过二殿下。哎，这位上君，莫非是北海上君？贤善见过二殿下，北海上君。贤善上君不必多礼。二殿下和上君请进。景昭公主方才也到了，正在后花园里赏花。上君如今在何处啊？师尊正在后殿休憩。我去见一见东华上君。景昭在花园，你们也好些年没见了，他总念叨你，你替我去陪陪他。景倩，你随我来一下。好，请啊，请。你知道的，我向来不与生人打交道。景昭你认识啊？不算生人。她是女君，我和女君相处，浑身都不自在。这3界之中，你看有几个和你一样的，把自己的神识附在纸片人身上，自己同自己讲话？这有什么呢？别人看你会觉得很奇怪。那我又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青木啊，一个人独处久了，性格会变得孤僻的。你听我一言，多交朋友，对你好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我有你啊。别忘了，来之前你我对弈3局，我让你悔棋你都输了，是你愿赌服输陪我来这儿的。下次跟你比仙剑，我不信我还会输。好了，别啰嗦了，快去吧。哎，青木上君，青木见过公主殿下。想不到上君今日也会来东华的寿宴。景昭听闻这大泽府的花景，乃是仙界一绝。寿宴未开，不如上君陪景昭到处走走。天宫没有花景吗？天宫的花景虽好，可惜却没有惜花之人。不过若你不喜欢，我们在此坐坐也是一样的。无妨。哎呀，连这符咒也欺负我。
这便是东华上君的大泽府吧？这园子这么大，从哪儿能出去啊？这花园里的花，上君怕是在北海还未曾看过吧？北海？难道是那个北海上君青木？这女君怎么有些眼熟？难道我见过？北海无花生长，青木确实从没有见过此花。竟真的是他，声音倒还不错。可他明明和景昭暧昧不清，却还在这私会女仙君。是我思虑不周。这花花草草有什么好看的？青木上君经常游历三界，看过的美景肯定更多，想必不会在意这些凡俗之物。倘若有机会，我也想随上君多去三界，看看那山河之景。景昭如果知道自己被挖了墙角，我独来独往惯了，带着你，怕是不方便。这青木上君怎么一副不解风情的样子啊？算了，关我何事？我还是快去找伯玄好了。我母神9万岁的寿辰快要到了，她也想见见上君，不知上君是否有时间可以前往天宫参加寿宴呢？他便是景昭。寿宴上宾客众多，少青木一人不少。再说，届时我应该在闭关修炼，恐怕去不了天宫了。青木上君不必自谦。何人在此？你在哪里？青色容颜。你是谁？抱歉，走岔路了。站住！不过是一个偷听的小仙，上君何必在意啊？这小贼不简单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青木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能躲过去，没想到你灵力这么低。上君了不起吗？上君就可以随便耍别人吗？我只不过好奇，听你说了几句话，你就可以这么羞辱我吗？你的衣裙我会赔给你的。我这衣裙，你赔得起吗？那我便将这剑送给你，作为补偿，可好？这破剑把我整得那么惨，看我不好好整你！罢了，有我的仙剑跟着，总能找到他。紫元上君，听说上个月景阳殿下在昆仑主持众仙论道，您又拔得头筹。上君真是学识渊博，独步三界呀！哎呀，哪里，本君这位仙君，正殿需凭帖入内，不知仙君是否有请帖？哦，忘了。你看这个够吗？这个名头非您莫。小仙眼拙，不知是青池宫的上仙驾到，都有得罪。人简直是轻而易举啊！他们就是您的手下最精的。不说这个了，倒是这青池，凤然，败军之将，也敢出来丢人现眼啊！败军之将，当年你趁我和景阳大战，背后偷袭，重伤本君，还好意思满三界嚷嚷着是你赢了本君？大胆！你当年因为一个妖人，竟敢刺杀大殿下，要不是两位陛下因为古君上神的份上饶了你一命，你早就死在天雷之下了。你不好好在家里替神君看门，跑出来干什么？上君寿宴，邀请青池宫。神君不在，本座身为青池宫掌座，自然要替神君前来祝寿。怎么，
主人家没有来轰本座，你一个天宫上仙还管到大泽府山头上来了？夫人，好了，启禀殿下，前几日紫园茶道，在我们仙族之中，竟然出现了勾结妖族的人。哦，是谁啊？你的意思是？就是他凤然。殿下，列位仙友，此人勾结妖族，意图对我仙族图谋不轨。来人，把凤冉拿下！慢着，景昭公主，青池宫处于3界之外，并不在你们天宫管辖范围之内。就算是天帝陛下要审本座，也要问个是非曲直。您连一句话都不问就想拿下本座，这未免也太霸道些吧？众所周知，妖族与我仙族水火不容，你既有勾结妖族的嫌疑，本殿便不会坐视不管，自要护我仙族朗朗乾坤。好一个朗朗乾坤！本座虽然出自渊灵沼泽，但入了青池宫就与妖族再无瓜葛。你有何证据指我勾结妖族？启禀殿下，列位仙友，前几日本座座下弟子去往祁连山办事的时候，却突然被一名青池宫出现的妖族所伤。那妖族出手不光伤了他2人，还抢走了我为东华上君准备的寿礼万年火山壶。众所周知，古君上神常年在外，小神君又是不管事的。那么这几万年，整个青池宫都是你凤冉的囊中物吧？现在青池宫中有妖族出没，你说你不勾结妖族，谁勾结啊？胡说八道！青池宫哪有什么妖族？你狡辩也没有用，无望。这便是妖力所伤。看来是真的。就凭这道伤疤，如何证明是妖力所伤？就算是妖力所伤，你又如何证明是我们青池宫所为？那你又如何自证清白，说本君污蔑你呢？明明子虚乌有，这厮却言之凿凿，莫非他想借题发挥？凤冉，青池宫既是独立于3界之外，便不该插手仙妖之事。想我父神这些年来对青池宫已是十分礼遇，你更不该趁着古君上神云游在外，暗自勾结妖族，行对我仙族不轨之事。礼遇？青池宫与天宫并立，何时用得着你们天宫礼遇？景昭，你是想看在古君上神不再欺压青池宫，这姿态未免也太难看了。放肆！你要耍你的公主威风，回你的天宫去。行，凤冉，你不认识吧？我知道你不会认，没关系。但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在那万年火山湖上，我下了印记。究竟是不是你青池宫的人伤人夺宝，一试便知。如何，凤冉？你现在还有何话说？巧了，我来此地也是找你算账的。你做下小徒擅闯青池宫，偷盗灵泉，这火山湖便是证据。没有想到，被一帮宵小颠倒黑白。紫园上君，给本殿拿下。是，殿下。本殿下倒是要瞧瞧，你这清风明月的北海上君，以后还张不张狂？你又在做什么？小气鬼，竟然把我绑在正殿了！
我灵力低微，如此进去会给凤然惹麻烦。若遇到危险时，将自身仙力注入此手链，它能瞬间提高你的修为。虽然时间较短，但足够脱离危险。天后的凤羽扇，景昭，你无耻至极！对付你这种人，何须讲什么道理？当年你为了一介妖族，险些害死本殿的兄长，如今你又勾结妖族祸乱仙界，实在罪无可恕。紫渊上君，替本殿拿下此人。是，殿下。公主殿下，凤染上君毕竟是青池宫的长座，就算他勾结妖族，他也是要请示过青池宫的上神后，再行惩罚呀。众所周知，古君上神云游已达万载，试射妖族，理应由我天宫来处置。殿下，可青池宫还有一位小上神呢。显山，你说的不会是青池宫那个废物点心吧？我听说他连地仙之力都没有。好强大的灵力啊！这灵力怎么有些熟悉？如此弱子，怎么能决断大事？休得口出狂言，侮辱我青池宫上神！你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张扬？也罢，本君送你一程。怎么变了一个人？怎么和我梦中的女君如此相似？师父，师父，你是谁？胆敢擅闯大泽府，伤我天宫仙君，扰乱上君寿宴，擅闯？闲善上君看看，此帖是否是尊师所写？本殿是受邀而来，何来的擅闯？下君贤善，见过神君。景昭，你斩我青池宫长座，我伤你区区一个上仙，又有何不可？你是后池？不可能，后池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灵力？凤染拜见后池上神。见过后池神君。拜见紫渊拜见上神。方才你说我灵力低微，不足以做出决断。啊不，上神，我没有说过这话。我不知上神驾临，还请上神看在天宫的份上。天宫？方才你口口声声说我青池宫长座勾结妖族，这才一会儿，你便忘了？那是下君口出狂言，口出狂言。后池，凤染勾结妖族，证据确凿。今天就算你在这里，本殿也当将他绑回天宫问罪，是吗？是你们两个自己说，还是本殿替你们说？神君饶命！神君饶命！下君不敢妄言，这伤口确实是青池宫伤的。你不要命了？你们怕什么？有本殿在，还由不得他颠倒黑白。此伤口并非妖族灵力所伤，不过是敷上了一种令伤口变幻的灵水罢了。清墨，你的意思是？此灵水乃西海海底的幻鱼鳞片所制，用绯红花花蜜涂抹，方可让伤口变回原形。此花蜜大泽府常备，东华上君最喜以此物辅以茶点，本君这便派人去取。是下君欺瞒上君，求神君饶命！你们两人还不从实招来？这伤口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我们自己。这两位小徒偷入青池宫盗取灵泉，被神君发现。神君看他们年幼，未曾责罚，他们倒好，偷饮灵泉也就罢了，现在还当着众神反咬一口，说我们青池宫勾结妖族。看来是二人丢了火珊瑚，怕被责罚，所以编下谎言。你们敢骗我？
我宰了你！别动不动就要打要杀的，物归原主。啊，圣神，这种小玩意儿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尽管拿去。我府上还有更好的，我也是一时不小心才着了这2个兔崽子的道，请上神恕罪。他二人的责罚自是不能少，但你多次口出狂言，更是可恶。这个，因为你诋毁本君；这个，是为你辱没青池宫；这个，是你万年前在渊灵沼泽赐予凤染的背后一剑。上人饶命！上人饶命！求上神看在景阳大殿下的面子上，饶我一次。景阳，本殿倒是忘了，在天宫还有3位殿下为你做靠山。若是本殿要罚你，就是天地，又能奈我何？后池，你莫要欺人太甚！二哥，就是他伤了我和紫渊上君。这位是二殿下，这位是青池宫的后池上神。原来是后池上神，不知景昭和紫渊做了何事，让您如此惩戒？二哥，二殿下真是来得不早不晚。刚刚景昭使唤紫渊污蔑我们青池宫勾结妖族，你不在。现在后池上神要教训这小人的时候，你倒来主持公道了。小神君言重了，您第一次来就遇到如此是非，是东华招待不周，让小神君受了委屈。谨见殿下，以今日紫渊所为，不知9重天宫与青池宫的万年交好，是否还有必要在手？景昭莽撞，紫渊上君所为绝非天宫之意，还请上神不要误会。还请二殿下问一问天帝，按照仙界的律法，该如何处置紫渊上君？后池，你上神放心，景监定当将今日之事向父神禀明。我们走。等等，夏君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询问神君，不知神君可否移步后殿？不可。青木。快走，去博玄的竹屋，我坚持不住了。刚刚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这灵力，怎么又是你？青木上君，你几番纠缠，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凤染上君，在下并无恶意。青木上君，本君还未治你大不敬之罪，你倒自己跟上来了。后池神君，在下赶来只因一问。千年来我独居北海，不曾记得与你照过面，可为什么见到你的时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？登徒子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我只是想把这件事情搞清楚。你简直可笑至极！你对本君什么感觉？本君怎么知道？好，那我的仙剑呢？你的仙剑被本君一掌碎成粉末了。不是把它烧了？是，又如何？神君可能有所不知，那把仙剑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。纵使它再珍贵，只不过是一把仙剑罢了。本君今日就不与你计较不敬上神之过了。你也见好就收，不必再纠缠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只想拿回我的剑。我大概听明白了，青木上君，这几颗灵珠够你买把好剑的了。我只要我的那一把。你简直是无聊至极。你的灵力。后池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快走。刚刚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事没事，我就是有些损伤神识。方才我见那紫渊要伤你性命，一时情急，便用了这手链。可你那灵力连低等仙兽都不如，这手链如何能帮你击退风雨煞？再说了，博玄只是一普通仙君，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法物？博玄说过，
用这手链会瞬间提高修为。方才是我第一次使用，才不过1炷香的功夫，我便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。这天下果然就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。对了，还有那个北海上君，为何要如此纠缠你？他用飞剑追我，还划破了我的衣袍，我一时气不过，便把他的仙剑给烧了。紫渊仙君，你是我天宫的仙君，我父神都还没有罚你，你还跪着做什么？还不起来！微末伎俩。三妹，不要！这天雷上君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？怎么敢在此时给大泽府下天雷呢？不知天高地厚。是你做的？我只不过在紫渊身上布下一道禁制，第一个强行解开的人，必受天雷之罚。你是故意的吧？那个店里除了景昭，谁还会第一个解开你布下的禁制？他敢背后伤你，我岂能轻易饶过他？这个时候，我发现上神的身份还是有些用处的。你这个人呀，最是长情护短。我缓过来了，咱们去找博轩吧。走。二哥，三妹，你没事吧？小殿下好深厚的灵力，竟能以禁制引动天雷。是。上君，景昭他年轻气盛，言行鲁莽，还请您。公主性子直爽，无妨。上君，请见灵力尚浅，还请您看一看。连你也解不开？解倒是解得开，只是这后池上神留下的禁制灵力极强，以本君现在的修为，如果强行解开的话，恐怕只能保住紫渊上君一半的灵力。您在仙界的灵力数一数二，若您都只能保住紫渊上君一半的灵力，旁人恐怕也没有办法。请剑要带紫渊上君回天宫向父神请罪，还请上君解开他身上的禁制。好。师父，上君，今日事发突然，请剑不便久留，现在便带紫渊上君回天宫去复命。稍等，本君有一疑惑，还望二殿下解答。但说无妨。这北海上君，本君是第一次见，不知二殿下是如何与他结识的？我和青木在北海共同制服过一只妖兽，后来时常切磋，逐渐熟识的。那他家中可还有亲友？青木他无父无母，独来独往惯了，我也没见他有什么朋友。怎么，上君对他格外的关注啊？无他，本君只是觉得他年轻有为，多问几句罢了。二殿下还是赶紧回天宫吧，改日再驾临我瞭望山，本君定与二殿下举杯畅饮一番。那请剑，先告辞了。师父，您在想什么呢？这青池宫的小神君和那北海上君，让我想起了曾经的故人。师父可是觉得小神君笑似古君上神？不，他更像另外一个人。
那北海上君呢？这后山极大，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竹屋啊！你和博玄不是经常来此处吗？每次都是博玄带我飞到此处，这竹屋具体在什么位置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么找太慢了，我先上去看看，你在这等我。此处怎么会有剑鸣声？